今天的主人公曾经是国航的空姐，后来到加拿大做了护士，同事们都称她为工作狂。你好，我是加拿大的一名注册护士，我叫沈云。您哪里人？我是上海人。上海人。那您什么时候来加拿大？我已经来加拿大已经13年了，13年，今年快14年了。那您之前是在国内有工作过吗？我之前呢，在国内是国航的空姐，然后我当时飞了大概4年左右。空姐很厉害。那您现在是在开这个是叫美容诊所是吗？那你是怎么会想到会干这一行啊？是这样的，我来了加拿大以后呢，我也不知道干嘛，然后呢，有人建议我去考加航，我说我不要，说我已经飞了4年了，我好烦啊，我不想再飞了。然后呢，当时呢就是说，那就先学 ESL 吧，就是 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对吧？学了2个月呢，我又觉得那个 program 好慢呀，然后我就说，我不想再上那个课了，我早上起不来，然后我就直接去考了一个考试。就是这个Algonquin他们有一个 English exam， 我就直接考了。考完以后呢，他们就告诉我说，你这个分数是可以上 nursing program 的。我其实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要当护士，在国内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他们跟我说这个 program 在我们加拿大很 popular 的，大家都要那个排队怎么。我心想说，反正我也没事干，我就先上了再说。然后就阴差阳错的成了一个护士。那护士应该也有很多种吧，但是你这个是属于美容这个行业的，对。那你后来为什么会选择就走到这个行业的呀？在加拿大呢，就是 nursing 这个专业，就是做护士的，你有非常多的选择性。是。我刚毕业的时候呢，我并没有接触现在这行，我接触现在这行也就2年多。我刚毕业的时候呢，一开始呢是运气挺好的，被分到了那个政府，所以呢，当时呢就是工作不太忙。然后呢，收入也还可以，然后呢，我就闲着没事干，然后我就开始前段时间就是前几年开始做小红书，然后我之前又是大家知道我是空姐嘛，所以就是我对美妆这方面是就是基础比较好的，然后我就开始在小红书上面分享我的化妆或者是护肤类的心得，然后还就是做的挺好的。然后过了几年呢，就有朋友跟我说，你是护士，然后你又对那个化妆这方面比较了解，你为什么？他说你的审美很好，为什么就是不把这2件事情结合起来？然后这个时候呢，想说，我是不是可以就是 move forward？ 然后试了一下，而且我觉得我 pick up 就是这一块特别的快，我很喜欢这一块，就是我也擅长于这一块，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可以帮到很多人。当别人问我说他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大部分时间可以给到一个比较精准的建议。所以说我就觉得说我还蛮 enjoy， 就是当你可以把你的工作和你的兴趣放在一块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很幸福的事情。您刚才提到你在政府单位工作，是指医院吗？我一开始是在那个市政的 long-term care 和 public health。这2个都是属于渥太华的政府的一个机构，它跟医院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呢，就是你想 public health 就是我们比如说疫情期间给大家打疫苗或者是主要做那个 education， 比如说去学校，跟小孩子上课，让他们就是要注意口腔的卫生就是不要生蛀牙，就是 public health 一般是在上流工作。就是不要等问题出现了，在那个我们是做预防性，做 education 比较多，然后打疫苗这些东西。当时是在政府是干了几年。后来我又去医院做，我有很多工作。我插一个题外话，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读完这个护士出来之后找工作容易找，然后以及这个收入怎么样？就比如说你在政府单位的收入以及在医院的收入大概是什么样的？平均标准。OK， 这样讲就是我当时刚毕业的时候呢，我当时在 Algonquin 上的是2年的 nursing program，2年的出来的那个叫 Registered Practical Nurse， 叫 RPN， 简称 RPN。那我现在是 RN， 因为我后面就升级了，我又回学校读了个 Bridgen 的 program， 我又升级了。作为一个 RPN 呢，所有的护士在加拿大找工作是不会有问题的。就是非常容易找，但是就是说你找什么样的工作，你喜不喜欢，累不累，这是一个问题。RPN 没有 RN 那么好找工作，
一般就是说你在快毕业的时候，最后那个2-3个月，学校会给你一个实习的一个机会，大部分人会在那个地方留下，因为那2-3个月你对这个环境很了解了，一般用人单位是很愿意把你给留下来的。RPN，一般当年就是在 COVID 之前，RPN 刚毕业的时候，小时数应该在25到30左右。但是呢，我当时比较幸运，我是直接进的政府，政府的工资会比较高。政府的 RPN 是最低从30开始的。哦，那相当高啊。然后呢，就是而且它的上限也高。现在在政府的话，应该有 RPN 应该有39小401小时，再加上有的人他愿意就是加夜班啊、shift premium 啊，或者是有别的那些加上去的钱会比较多。但是呢，如果 RPN 去医院呢，就会相对低一点。它的工资就是上升空间可能只有2块钱，比如说你一进去的时候24块钱，加着也就到了26、27块钱，不会特别多。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像有的人像我一样，就是你之后可以再去上一个 bridging program， 上一个 RN 的话，RN 一般起薪就是30，甚至有的单位起薪，像那个政府的话，它起薪就是40，然后最高可以到50到551小时。外加一些 shift premium， 这都不算那个加班的钱，所以就是说上升空间还是很多的。如果说现在我的观众他是在国内做护士的，他想来加拿大继续做护士，那通过哪些途径可以过来呢？据我了解，就是护士这个行业在加拿大属于就是高需求的一个行业，所以说过来应该是比较容易的。如果你在国内已经是有护士证了，你可以联系我们这边，特别是安省，我们这边安省的一个机构叫 CNO College of Nurse of Ontario， 跟他们去联系说我是现在在中国的护士，我想移民到加拿大有什么要求，他会给你发一系列就是要求，比如说你在国内的那些护士的证书，你这个在国内工作的经验，然后呢，让你国内的单位给你开这些证明以后呢，他就会让你参加这边的考试，考完以后你就可以拿到我们当地的证。而且据我所知，虽然我不是走这条路过来的啊，据我所知就是，如果你是 nursing 专业转过来的话，会非常非常的容易，而且非常快。对，因为这个护士在这边是紧缺职业，对吧？然后如果是无论是申请省提名还是说申请移民，应该都是比较快考虑的那一批。对，然后我给大家的一个最大的建议就是说，你要把你的英文这块 pick up 起来，因为它肯定会让你参加这边一个考试叫 NCLEX，一个考试是北美，就是美国和加拿大这边认同的一个作为护士你拿执照一定要通过的一个考试。如果你那个考试通过的话，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了。但是呢，那个考试肯定是全英文的，所以说就是说，你首先要把你的语言给捡起来，外加就是你将来来了以后，你找工作的话呢，语言对你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毕竟你面对的是一群我们叫易受攻击人群，他们是身体比较弱的，他们在生病，他们不是一个最佳状态，所以呢，你跟他们的交流要非常的清晰。那干护士累不累啊？因为我有一些同学，他们在国内，比如做医生、做医护的，都挺累的，然后加班也比较多，连轴转。就比如像你说去老人院，在国内的老人院可能，比如说端屎端尿啊，这种工作环境会比较恶劣。我不知道在这边的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其实我绝对不会说不累。对吧？当然了，就是跟你选择进什么样的单位有关系。但是呢，这边北美这边的工作环境跟国内比会好非常多。你首先呢，你比如说去老人院的话，它有不一样的 profession， 你有护工去做那些比如说比较 physical 的身体护理的。然后如果你作为 RPN 的话呢，你的大部分工作就是发药。然后呢，如果说你是一个 RN 的话呢，你在这种工作环境下呢，那你主要的就是去跟医生交流。然后如果这些老人有一些特殊情况的话呢，你可能要把他们送到医院去，你主要做的是这些 paperwork 这些工作了。所以就是说，他每个人的分工是比较明确的，并不会让你说
做所有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要去医院的话呢，医院它就是现在护工配置会比较少，所以呢，你就会要做大部分的事情。但是还是一句话，就是说。一个 RN 现在在医院，你一个 shift， 他可能手上给你4到6个客人，不是客人是病人，就是不会特别多，不会像国内那种情况，就是说你一天可能要见几十个人，这个不太会。就是说工作时长也不会像国内那么夸张，是吗？他这边是，医院的话是12个小时的 shift， 然后呢，你一般是 full time 的话是做4天休5天。4天休5天，那还是挺不错的。其实也蛮累的，因为你这个12个小时就是7点到7点嘛，就是2个班嘛。一般你 full time 就是说你上2个早班，上2个夜班，然后你可以休息5天。年轻的小孩可能还可以，但是像我这种40岁上了年纪的，你让我老是倒夜班的话，可能我也不太受得了。所以就是我现在医院可能就不太去了。那这是加拿大所有护士都这样，还是说你们店是专门定制的？这个牌子叫 Fig， 一般就是医生、护士都蛮喜欢买这个牌子的，我们都是自己买的，然后它质量很好。都是这边护士都是黑色的呀，国内好像是白色的吧，还是蓝色的？我们这是彩色的，随便你。可以自己选不同颜色。就是 SpongeBob 什么你都可以穿，没人管。但是我们诊所我是要求都是黑色。在医院的话，就是这边的正规医院的话，他们是什么颜色的制服？彩色的，各种颜色，都是穿自己的。包括像我们这种 mental health，我们都是 casual dress， 都不是这种制服，因为我们不想吓到病人，因为他本身他就容易出现幻觉，他又觉得他在医院看到你们穿这些白大褂这些，他会产生幻觉，所以我们都是穿可能像 Rachel 这样的，就是很 casual 的，就是你生活中穿什么就是什么。mental health 我们一个主要一个 dress code 就是说，不能有任何东西让别人可以把你勒到，比如说我们没有帽子，然后我们不太会戴项链，然后我身上的吊牌都是这种吸铁石的，就是怕因为有的人他一旦他发作的话，他拿起来给你薅你脖子上，他一发作的话你打不过他们。明白。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行业。那你带我们参观一下你们的诊所吧。然后这里是我们的前台区域，然后这是我们的前台小姐姐 Kim。Hi Kim，say hi to everybody。Hi, how are you guys？ 很漂亮的一个小姐姐，然后她特别的能干。哪里人 ？What's your nationality？ I'm a Vietnamese。越南人，越南小美女。I look disgusting. No, you're good 啊！我们这个小护士 Hannah 今天没有化妆，所以她就是比较紧張。Hi Hannah, say hi to everybody. My beautiful Hannah. Yeah, pretty, really pretty. 非常漂 Yeah, 亮。 are you single? Am I single? No. Oh, Not available. My next life. Next life. Are you done? Oh, I'm be almost open, done, be yeah. open. Yeah. 然后我们这边有3个房间是 injectable 的，我 make sure 就是这些护士在上班的时候，每个人可以有一个房间。然后呢，还有一个房间是专业做仪器类的，现在里面有客人，所以呢，我们不能把门打开。5号房间也是会做一些仪器类的，或者是做一些 facial 类的，比较 private 的一个房间。没事儿得给你好好看着门，你后面房间停了两架那个兰博基尼。我说哦，对，兰博基尼，这个机器多少钱来着？你刚才说20万加币。20万加币啊？对。哇，那确实不便宜啊。那你这门得看好了。对。然后这机器干嘛用的？它是三德秀公司的，它的名字叫 Pico Shore。我们这个是 Pro， 就是最新出来的，然后它主要是美白祛斑的一个功能。然后是市面上最先进、最贵的一个机器了。这边老外已经很白了，他们还有美白的需求吗？它斑呐，它除了就是祛斑以外，就是人不管你是什么颜色的肤色，你的肤色均匀很重要。它能给你做到均匀肤色，细毛孔，然后把你脸上的这些小细纹也去掉。所以说就是说你的脸会发光，你的皮肤质感好和质感不好它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们继续聊关于护士这个职业发展的话，那还有如何继续可以再上升呢？我觉得就是 nursing 这个职业在北美特别好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它的上升空间非常大。只要你是一个能学习、愿意学习的人，你是可以一步一步继续往上走的。就像我讲的，我最早的时候是学了2年的 RPN， 后来我又去学了一个4年的 RN， 然后呢，现在呢，就是我也报名了去学更高一级的叫 NP， 我们这边叫 Nurse Practitioner。Nurse Practitioner 呢，它就是它的功能很接近于在北美这边的一个家庭医生的功能，它是可以开处方药的，然后做一些基础的，就是把你 refer 到一些那个专家门诊这些工作去。所以说，你如果想多学的话，你可以多学很多东西。哪怕在那个Nurse Practitioner 这个 program 里边，你也可以选，就是专业性的，也有那种比如说精神病类科的，然后你将来就可以去精神病研究所去工作。你刚才提到3个名词 RN、RPN， 还有一个什么 NP， 这他们是什么意思？然后分别代表什么？他们都是护士，然后呢，他们就是因为你的 education 的年数不一样，一个是2年的，一个是4年的，还有后面就更加年数，所以说你这个等于是学位等级不一样吧，就像国内的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再往上面就是你甚至于作为护士，你可以去学 PhD。如果你想继续升级的话，护士专业可以读到博士啊。这个和国内可能很不一样哎。RN 相当于是什么 ？RN 是 Bachelor。Bachelor。然后 NP 就是 Master， 然后在那个基础上，你可以再去学 PhD， 然后你可以在这个领域里面可能再去上一个 PhD， 就是别的，专业性比较强的，也是关于医的，那你就可以是 Double PhD， 只要你愿意学，你可以一直学下去。那在这边读那个护士的话，学费怎么样？贵不贵？学费不贵。因为我当时来就有身份嘛，就是说你跟别的专业去比的话，nursing 这个专业的学费真的不是很贵。有提供实习和这个比如赚钱的机会吗？在学校里，你当时在读的时候？是这样的，如果说你是 nursing 专业，你已经学了第1年了，你完成第1年，然后你继续作为一个学生，你就已经可以去各大的医院或者老人院去做一个护工的工作。它就是系统自认为你是有这个护工的这个证书了，然后你可以去打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但是老实讲，在这边学这个专业是非常 intensive、非常忙的一个专业，就是我建议大家把时间放在学习上面。为了赚小钱而让你 fail 掉一门课是非常不值得的，因为这边是这样的啊，我不知道。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你要在北美这边学护理专业的话呢，尽量不要在渥太华学。为什么？因为我给大家讲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事情，就是美国和加拿大护士的区别。就是美国这边特别欢迎我们加拿大的护士，因为他们知道我们这边学校特别的严。所以加拿大的护士一去美国立马就 hire， 而且美国配的比我们加拿大护士更高。你说工资更高是吧？工资更高。然后呢 education 他们是比较松的，就相对来说比较好 pass。然后在加拿大这个整个这个区域里面呢，我先讲全球吧。全球呢就是北美护士的质量是最高的，就是教育这方面就出来的护士质量高。然后美国和加拿大这边呢，加拿大是更严格的，所以说呢加拿大出来的护士质量再高一点。然后加拿大整个的国家之内呢，安省对这个 nursing 这个教育的要求是最高的，所以呢就是说你如果可以不待在安省学的话，去别的地方学，你这个学习这几年就会轻松很多。然后在安大略省呢，渥太华又是一个出研学校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当时我们学校的那个 program coordinator 都开玩笑说，他说如果 if you are not too tied to Ottawa, go around， 你到边上的小城市去学的话，你会觉得说你的生活轻松很多。在这边我们的 fail 率特别高，就是每个学期的 fail 率是50%，他要把一半的人给切掉。
学校比较怕，就是送给医院这些不太适合做这种医护行业的人，因为老实讲，我们这种医护行业的人，如果你不是很认真仔细，不是很小心的话，你搞得不好是要出人命的。对，所以学校就觉得说，你但凡就是这个喜欢迟到啊，或者是有这种不太负责任的行为的话，他们就不太想让你从这个专业里面毕业出去。这种态度是一个很正确的态度，比较严谨这边。对。那我们可以再聊一下，因为你是这个诊所的老板对吗？部分。OK， 大老板。绝对话语权的大老板。那你作为这个诊所的老板，你也雇佣了挺多员工是当地加拿大人，你觉得跟他们相处下来，就是怎么样？好管理吗？好管理嘛？就作为老板，在加拿大做老板容易吗？这换一个讲法，在加拿大做老板不容易啊。在加拿大能打工就别做老板。好多人这么跟我讲，我采访过好几个人。是这样的，就是我一直觉得我跟我的员工是一个互相的关系，就是我没觉得说任何人凌驾于任何人之上。然后其实前段时间有人问我说，哎，你这个手上这些小护士，你觉得他们的 loyalty 怎么样？我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 loyalty 的问题，就是忠不忠实的问题。我首先要作为老板，我要让他们赚钱，让他们开心，然后他们的 loyalty 就会好，对吧？就是说，不管在哪个朝代，不管你是什么人种，就是我让你开心了，你才能让我开心嘛；我让你赚钱了，你才能让我赚钱嘛。就是我觉得我这个 sense 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我不担心任何问题。他们在我这里是非常开心的。在这个工作狂背后，有着一个怎样的男人呢？又是遭遇了怎样的危险，让她的老公险些去世？答案下期揭晓。